说话啊，王海，那钱哪去了？林晓站在客厅中央，手里攥着银行卡对账单，手背上青筋暴起。王海低着头，不敢看他，像个犯错的孩子。我妹妹买房子差点钱，我就先借给她了。林晓把对账单摔在他脸上，你倒大方，我们辛苦攒的38万说没就没，从今天起，家务你做，饭你做，我要好好休息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王海没想到家里会变成现在这样，他推开门，闻到一股异味。客厅里，林小平躺在沙发上，眼睛盯着电视屏幕，手里抓着一把薯片。他穿着睡衣，头发散乱，脚边是踢掉的拖鞋。回来了，林晓头也不抬，嘴里嚼着薯片。王海环顾四周，昨天的外卖盒子还在茶几上，餐桌上的碗筷早晨他出门前就已经堆在那里。窗帘拉着，房间里光线昏暗。他放下包，捡起地上的袜子和衣服，堆到洗衣篮里。晚上吃什么？林晓问。我去做。王海说着走进厨房，里面的情况更糟，水池里堆满了脏盘子。他先洗了盘子，然后开始做饭。虽然他的厨艺不怎么样，但这2周他已经学会了几道简单的菜。15天前，林晓辞了职，他说要休息，但王海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。事情发生在1个月前，林晓发现他们共同账户里的38万不见了，这是他们7年来的积蓄，原本打算用来换一套更大的房子。王海没告诉他，他把钱全给了妹妹王小玲。小玲要买房子，差一笔首付，他觉得应该帮忙，毕竟是自己的亲妹妹。他原以为林晓会理解，但他爆发了，做好了。王海把2盘菜端上桌，喊林晓吃饭。林晓懒洋洋地走过来，看了一眼桌上的菜，皱了皱眉，又是这些，明天我换别的。他们沉默地吃着饭，林晓只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，回到沙发上继续看电视。吃完饭，王海洗了碗，然后收拾客厅。他已经很累了，今天公司里的工作特别多，但他不敢抱怨。他试着跟林晓聊天，今天公司来了个新客户。林晓冷冷地打断他，那38万什么时候能要回来？王海沉默了，他已经给小玲打过几次电话，但妹妹总是有各种理由，房子还没过户，贷款还没批下来，最近手头紧，我再催催他。王海低声说，你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，反正我是不伺候了。林晓转身进了卧室，关上门。晚上，王海躺在沙发上睡不着，他拿出手机，又一次给小玲发了信息。王小玲看着手机上哥哥的信息，叹了口气，又是哥哥？她男友问道。又问钱的事。她把手机扔到一边。他们正坐在新买的公寓里，沙发和电视都是新的，茶几上放着2杯红酒和一盘水果。你不是说他们很有钱吗？男友问。是我嫂子有钱。王小玲喝了一口红酒，但那是他们夫妻共同的钱，我哥给我也没什么不对啊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还？还什么还？那是我哥，又不是外人。再说了，我不是帮他们保管着吗？以后他们要用，我再还呗。他拿起手机，回复了一条信息：哥，最近真的困难，等我房子过户了再说吧。你哥不会有麻烦吧？男友问。能有什么麻烦？王小玲不以为然。他老婆那么爱他，不就生几天气吗？他起身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夜景。这套市中心的公寓是他梦寐以求的，如果不是哥哥帮忙，他还要再等好几年。话说，我们什么时候装修？他问男友。再等等吧，
最近我投资亏了点。王小玲转过身，惊讶地看着他。亏了多少？也不多，就10几万吧。什么？他几乎尖叫起来。你不是说稳赚不赔的吗？市场有风险吗？谁能保证？男友无所谓地摊摊手。王小玲坐回沙发，突然感到一阵头痛。她拿起手机，删掉了刚才发给哥哥的信息，重新编辑。哥，我最近投资赔了点钱，能不能再支援我一点？发完信息，他马上后悔了，又发了一条：开玩笑的，别当真。你和嫂子还好吗？早上7点，闹钟响了。王海睁开眼，腰酸背痛，沙发不是个好床。他洗漱完，敲了敲卧室门。林晓，起床了吗？没有回应。他轻轻推开门，林晓还在睡，被子蒙着头。王海叹了口气，去厨房做早饭，煎蛋、面包、牛奶。他把早餐放在餐桌上，然后去换衣服，准备上班。我走了，早饭在桌上。他对着卧室门说，然后拿起公文包出门了。路上，王海接到老板的电话。王海，昨天的报表怎么回事？数据全错了。对不起，我今天马上改。你最近怎么回事？工作总出错，精神也不集中。再这样下去，年终绩效可没法看了。挂了电话，王海长叹一口气。他知道自己最近状态很差，但没办法，家里的事情让他心烦意乱。到了公司，他打开电脑，重新做昨天的报表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小玲的信息。看完后，王海脸色变得更难看了。中午，他没去食堂吃饭，而是坐在办公室里给小玲打电话。哥，我真不是开玩笑，我男朋友投资亏了10几万，我们现在真的很困难。小玲在电话那头说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投资要谨慎。那38万是我和你嫂子的全部积蓄，你知道因为这事家里现在什么样吗？哥，我知道我不对，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就帮帮我吧，就5万，我保证很快还你。没有了，小玲，我真的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，你赶紧想办法把38万还我。林小薇这时都辞职了。辞职？小玲惊讶地问，他发什么神经啊？王海感到一阵怒火，你不要这么说他，这都是因为我没跟他商量就把钱给了你，你什么时候能还？哥，我现在真的没法还，等我找到工作吧。王海挂了电话，把脸埋在手掌里，局面越来越糟了。下班回家，他在超市买了一些菜，进门后发现家里比早上更乱了。林晓躺在沙发上玩手机，地上是零食包装和饮料瓶。今天过得怎么样？他试探着问。好得很，林晓冷冷地说。你妹妹的钱要回来了吗？王海不敢说小玲又要钱的事，只能说，他说最近手头紧，等找到工作就还。哈，我看是猴年马月吧。林晓讽刺地笑了笑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你们王家人的字典里大概没有还钱这个词。林晓，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？有什么好谈的？38万，你什么时候能拿回来？我们什么时候谈？王海无言以对。他默默地开始收拾屋子，然后去厨房做饭。晚饭后，他洗完碗，发现林晓已经回卧室了。他敲了敲门。干嘛？林晓问。我可以进来吗？随便。他推开门，林晓正躺在床上看平板电脑。林晓，你考虑回去上班吗？不考虑。他头也不抬。可是，王海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选择了妹妹，那我选择休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但我们不能就这么一直下去啊。林晓放下平板，看着他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王海沉默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个月的工资已经快花完了，
下个月的房贷还要交。林晓不工作，家里的经济压力全落在他一个人身上。我会想办法的。最后他只能这么说。王海的父母知道了这件事。周末早上，门铃响了。王海打开门，看到父母站在门口，脸色严肃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玲告诉我们了。王父沉着脸说。王海让父母进屋。林晓听到动静，从卧室出来。她穿着睡衣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看到公婆也不惊讶，只是淡淡的说了声爸妈。小小，你这是？王母看着林晓的样子和凌乱的屋子，惊讶的说不出话来。我在休息。林晓简短的回答，然后回卧室拿了件外套披上。王父环顾四周，皱起眉头，这屋子怎么回事？我收拾，我现在就收拾。王海慌忙说，开始捡地上的东西。王母走到林晓身边，拉着她的手，小小，我们知道你生气，但也不能这样啊。妈，您别管了。王海说，是我的错，可不是你的错吗？王父厉声说，38万，你自己做主就给了小玲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以为他很快就能还。他哪有钱还你？他那个男朋友是什么人？你不知道吗？游手好闲，专门骗小玲的钱。爸，您别这么说。我怎么说？事实不就是这样？王父气得直拍桌子。你这个当哥的也是，妹妹被人骗你不管，反而还给钱。王海低着头，不敢反驳。林晓坐在一旁，冷眼旁观。小小，王母转向林晓，虽然海做错了，但你这样也不行啊。你看这屋子哪像个家？你们是夫妻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商量？妈，林晓平静地说，我已经很克制了，换做别人早就离家出走了，我只是在抗议。可你辞职，我的钱被拿走了，为什么我还要出去挣钱？让我休息一下不行吗？王母一时语塞。王父叹了口气，海，你得把这事解决了。小玲那边我和你妈会去说，但你也得把家里收拾好。爸，我知道了。午饭是王海做的，简单的家常菜。林晓吃了几口就回卧室了，留下王海和父母在餐桌前。他真的很生气。王母担忧地说，能不生气吗？王父说，38万啊，多少家庭一辈子都存不到这么多钱。可他也不能一直这样啊，家里乱成这样，海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，能行吗？妈，您别担心，我没事。王海勉强笑了笑，你没事，我看你都瘦了。王母心疼地说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吃完饭，王父王母帮忙收拾了屋子。临走前，王母拉着王海的手，你好好跟小小说说，道个歉。他这么善良的人，不会一直跟你过不去的。我会的，妈。送走父母，王海敲了敲卧室门，林晓，我能进来吗？没有回应。他推开门，林晓正趴在床上看手机。我爸妈他们，我听到了。林晓打断他，他们说的对，是你的错。我知道有什么用？林晓坐起来，直视他的眼睛。38万，我们辛辛苦苦攒了7年的钱，说没就没了。你知道我多难过吗？我真的很抱歉。林晓，我保证会把钱要回来。你拿什么保证？你妹妹根本就不想还钱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王海无言以对。他确实怀疑小玲是否真的打算还钱，但他不愿承认。林晓，求你了，不要再这样了，我真的很累。你累？林晓冷笑。那我呢？我不累吗？这7年，我为了攒钱，没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，没去过一次旅游。结果呢？钱全被你妹妹拿走了。王海低着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王海，我告诉你，除非你把钱要回来，否则这个家
我是不会管了。林晓躺回床上，背对着他。王海站了一会儿，默默地退出了房间。1个月过去了，家里的情况越来越糟，王海的工作也出了问题，因为频繁出错，他被降职了，工资也降了1/3。这天下班，老板把他叫到办公室：“王海，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？”“我知道，张总，对不起，我最近状态不好。”“不好就对了，这个月的报表错了3次，客户投诉了2次，你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家里有点事，家里的事归家里，工作是工作，你得分清楚。”老板严厉地说：“这次降职是给你一个警告，如果再没改善，公司可能要考虑。”老板没说完，但王海明白他的意思。“我知道了，张总，我一定会改进的。”回家路上，王海接到小玲的电话：“哥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。”“什么好消息？”王海没什么兴致。“我找到工作了，一家珠宝店，工资不错呢。”“那很好啊，你什么时候能开始还钱？”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：“哥，你别这样嘛，我刚开始工作，哪有钱还你啊？再说了，我刚租了房子，每个月房租就要5000。小玲，你拿了我们38万买了房子，现在又说要租房子。哎呀，那套房子我男朋友住啊，我们分手了，房子写的是他的名字。”王海差点摔了手机。“什么？你把钱给了他买房子，房产证上没有你的名字？”“哥，你别生气，我这不是太相信他了吗？”“小玲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”王海几乎说不出话来。“那38万怎么办？我会还的。”“哥，你再给我点时间。”“时间？你知道因为这事我被降职了吗？”“林晓辞职在家1个多月了，家里乱得像猪窝，我每天累得像狗一样。”“哥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“够了！”王海第一次对妹妹发火，“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，别再找我了。”他挂了电话，站在路边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崩塌。进家门，一股难闻的味道扑面而来，厨房里的垃圾没倒，沙发上、地上到处是衣服和零食袋。林晓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看到他进来，只是瞥了一眼。王海放下包，默默地开始收拾。“今天怎么这么晚？”林晓问。“加班。”王海简短的回答，没提被降职的事。收拾完客厅，他去做饭，打开冰箱，发现几乎什么都没有了。“我去买菜。”他对林晓说。“随便。”超市里，王海机械地挑选着食材。路过酒柜时，他停下来，拿了一瓶白酒。回家后，他做了饭，然后打开那瓶酒，一个人默默地喝着。林晓看了他一眼：“怎么喝起酒来了？”“没什么，有事就说，别跟我来这套。”王海放下酒杯：“我被降职了，工资也降了。”林晓愣了一下，没说话。小玲刚才打电话来说她和男朋友分手了，那套房子写的是她男朋友的名字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钱没了，房子跟他也没关系。林晓的脸色变得惨白。“你是说38万就这么没了？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王海喝了一大口酒。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餐桌前沉默了很久，最后林晓站起来回了卧室，没再说一句话。那天晚上，王海喝醉了，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。半夜，他感觉有人给他盖了条毯子，但他醉得厉害，没睁开眼。1周后，王海做了一个决定。那天晚上，他回家比平时早。林晓像往常一样躺在沙发上看电视。“林晓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”“说吧。”他没抬头。“我决定把车卖了。”这下林晓看向他了。“什么？”“我把车卖了，能卖15万左右。公司有班车，我可以坐班车上下班。”林晓坐起来：“你是认真的？”“我已经联系了车行，明天去办手续，
为什么突然要卖车？我想把小玲的事了结了。我们损失了38万，我现在能筹到15万，剩下的我慢慢还你。林晓沉默了。这是他们结婚后买的第1辆车，王海一直很爱惜。你不用还我什么，那是我们共同的钱，但是都因为我。行了，林晓打断他，你真的决定好了？林晓没再说什么，继续看他的电视，但王海注意到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同一个画面，似乎在思考什么。第2天，王海去车行办手续，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叠现金和转账凭证。搞定了，他对林晓说，5万，比我想的还多一点。林晓看着桌上的钱和凭证，问，你准备怎么处理这笔钱？我想先还房贷，剩下的存起来，以后慢慢再攒。林晓点点头，也好。那天晚上，王海下班回家，发现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餐桌上摆着热腾腾的饭菜。他惊讶地环顾四周。林晓从厨房出来，手里端着最后一道菜，尝尝吧，不知道合不合口味。王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你做的，不然呢？林晓白了他一眼，赶紧洗手吃饭。饭桌上，王海小心翼翼地问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我不能做饭吗？不是，我是说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吃你的饭。林晓给他盛了一碗汤，尝尝这个，你最爱喝的排骨汤。王海喝了一口，熟悉的味道让他鼻子一酸。好喝吗？好喝，很好喝。吃完饭，王海主动去洗碗，林晓没阻止，而是去客厅看电视了。洗完碗，王海坐到林晓旁边，林晓，谢谢你今天做饭。不用谢。林晓看着电视，没看他，我只是突然想做了，明天我来做。第2天早上，王海起床，发现林晓已经起来了，正在厨房做早餐。你起这么早？他惊讶地问。习惯了，林晓淡淡地说。吃早饭时，林晓突然说，我在想，要不要回去上班？王海差点噎住。真的吗？在家也没什么意思。那太好了，王海高兴地说，我今天下班去超市买菜，晚上我来做饭。好。那天王海工作特别有劲，连老板都注意到了。王海，看你今天状态不错啊，家里的事解决了一些，那就好，好好干。公司正考虑下个季度的职位调整，你要是表现好，说不定能回原来的岗位。谢谢张总，我一定努力。下班后，王海去了超市，买了很多菜和水果。回家路上，他哼着小曲，心情比几个月来都要好。推开门，他看到林晓坐在沙发上，脸色苍白，茶几上放着他的手机，屏幕还亮着。怎么了？谁的电话？王海放下购物袋，走到林晓面前。林晓抬头看他，眼神复杂。你妹妹？王海拿起手机，看到一连串的未接来电和信息，可短信内容却让王海顿时惊呆了。最新的一条信息写道：哥，救命！我被人骗了，欠了高利贷，对方威胁要打断我的腿，求你帮帮我。怎么回事？林晓问。你妹妹又出什么事了？王海的手在发抖。他说他欠高利贷，对方威胁他又来。林晓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他是不是觉得你很好骗？林晓，这次可能是真的。小玲从来没这么说过。上次给他38万也是真的。结果呢？钱打水漂了。王海拨通了小玲的电话，电话很快接通了，传来小玲带着哭腔的声音：哥，你终于回电话了。小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借了高利贷，本来是想投资赚钱还你的，结果被骗了。现在那些人天天上门催债，说再不还就要打断我的腿。
你借了多少？10万？什么？王海和林晓同时惊叫出来。哥，求你了，帮帮我吧，我真的怕。王海看了一眼林晓，林晓的脸色阴沉的可怕。你先别急，我想想办法。你现在在哪？安全吗？我在朋友家躲着，那些人找不到我，但是我不能一直躲啊。好，你先别出门，我打电话给你。挂了电话，房间里陷入一片沉默。你想干什么？林晓冷冷地问。我不知道。你不会又想给他钱吧？王海不敢看林晓的眼睛，她是我妹妹，我不能看着她出事。王海，林晓几乎是吼了出来，你清醒一点，你妹妹骗了你一次还不够吗？这次又来骗你，可万一是真的呢？就算是真的又怎样？那是她自己惹的祸，凭什么要你去收拾？王海沉默不语。林晓走到他面前，你是不是准备把卖车的钱给他？我不知道。好，你听着。林晓的声音异常平静。如果你敢把卖车的钱给他，我们就离婚。王海抬起头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说什么？你没听错。如果你再给他1分钱，我们就离婚。林晓，你不能这样。我怎么不能？王海，我忍了你那么久，好不容易看到你有点悔改的意思，结果你又要犯同样的错误。可她是我妹妹啊，那我呢？我是谁？林晓的眼圈红了。我是你的妻子，我们共同生活了7年，你为了妹妹可以不顾我的感受，甚至拿我们的积蓄去救她，那我算什么？王海无言以对。王海，这是最后通牒，你自己选吧。林晓转身进了卧室，重重地关上门。王海坐在沙发上，头痛欲裂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妹妹那边确实可能有危险，但林晓的话也不无道理。他拿起手机，又放下，反复几次，终于下定决心拨通了小玲的电话。哥，你想到办法了吗？小玲急切地问。小玲，听我说。王海深吸一口气，我帮不了你。什么？哥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不是我不想帮你，而是我真的没有能力了。因为上次的事，我和林晓差点离婚，我刚卖了车，想挽回一点损失。现在家里的情况很糟糕，可是哥，我真的有危险啊！小玲哭了起来。小玲，你去报警吧，高利贷是违法的，警察会保护你的。报警，他们会杀了我的。那你有其他亲戚可以帮忙吗？或者爸妈？爸妈哪有那么多钱？他们知道了会气死的。小玲，王海的声音变得坚定。这次我真的帮不了你了，你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。哥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以前你明明那么疼我的，正因为我疼你，所以这次不能再帮你了。你必须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传来小玲愤怒的声音：你就是被你老婆洗脑了，她就是嫉妒我们兄妹感情好，不是这样的。小玲，林晓是对的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已经失去了太多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连家都保不住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和你老婆过你们的好日子吧，我的死活关你什么事？小玲说完就挂了电话。王海长叹一口气，把手机放在茶几上。他知道小玲生气了，但他别无选择。这一次，他必须站在林晓这边，哪怕妹妹会恨他。他起身，轻轻敲了敲卧室门。林晓，我能进来吗？没有回应。他推开门，看到林晓坐在床边，背对着他。林晓，我拒绝小玲了。林晓转过身，惊讶地看着他。真的？他很生气，骂了我一顿就挂了电话。林晓的表情软化了。你不后悔吗？后悔，肯定有一点，但是我知道这是对的决定。王海坐到林晓身边。这些年是我太偏心了，我总觉得妹妹小，需要照顾，
却忽略了你的感受。对不起，林晓。林晓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靠在他肩膀上。我也有错，这1个多月，我故意惩罚你，让你那么辛苦。不，你没错。如果不是你这样，我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他们静静地坐着，谁也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林晓问：你觉得小玲真的有危险吗？不知道，她有时候喜欢夸大事实，但如果是真的，我确实有点担心。要不我们报警吧，不直接给钱，但可以确保她的安全。王海惊讶地看着林晓：你不生气了？我当然还生气，但她毕竟是你妹妹，如果真有危险，我也不希望她出事。王海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紧紧抱住林晓。第二天一早，王海和林晓一起去了警察局。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在警察局门口，林晓问。必须要让小玲明白，有些事情必须通过正规渠道解决，而不是一味地伸手要钱。他们向警察说明了情况，警察表示会派人去了解情况，并保证小玲的安全。出了警察局，王海给父母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们小玲可能遇到了麻烦。这孩子怎么竟惹事呢？王母在电话那头叹气：妈，您别担心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会处理的。海，你做得对。王父说，小玲被惯坏了，是该让她自己面对后果了。挂了电话，王海松了一口气，虽然小玲可能会恨他，但这是他能做的最好选择。那天下午，警察来电话说，经过调查，小玲确实借了高利贷，但金额只有3万元，而且那些所谓的贷款人已经被警方控制，没有生命危险。果然又在撒谎。林晓冷笑一声，王海摇摇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对妹妹的失望已经到了极点。警察还说，小玲需要还清贷款，但可以通过正规途径分期还款，不用担心人身安全。晚上，小玲给王海发了信息：谢谢你报警，虽然我还是很生气你不借钱给我。警察说那些人不会再来找我麻烦了，但我还是得还钱。王海回复：3万块钱，你自己想办法，以后不要再碰这些东西了。小玲没再回复。1周后，林晓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，他的老板很高兴他回来，甚至给了他一个小项目负责。王海在公司的表现也有了明显改善，他不再出错，工作效率回到了从前的水平，甚至更好。1个月后，他的老板把他叫到办公室：王海，最近表现不错啊，谢谢张总，考虑到你的进步，公司决定恢复你原来的职位和薪资。王海惊喜地看着老板：真的吗？谢谢张总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，别光说不做。对了，下周有个新项目，你来负责吧。没问题。回家的路上，王海几乎是跑着的，他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晓。推开门，香气扑鼻，林晓围着围裙，正在厨房忙碌。回来了。他回头冲他一笑：今天做了你喜欢的红烧排骨。林晓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我被恢复原职了，工资也恢复了。真的？林晓高兴地放下锅铲，给了他一个拥抱。太好了！还有，张总让我负责一个新项目，如果做得好，说不定年底还能有奖金呢。看来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。林晓笑着说。晚饭后，他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林晓突然说：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重新开始攒钱？我是说，虽然那38万没了，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你现在恢复了原来的工资，我的工作也稳定，如果我们节约一点，应该能很快攒出一笔钱来。王海看着林晓，
心中充满感动。你不生气了，生气有什么用？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得向前看。林晓靠在他肩膀上，虽然我还是会想到那38万就心疼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把钱都攒回来，我们一起攒。林晓拉起他的手，以后家里的钱我们一起管，一起决定，好不好？好，都听你的。3个月后，他们已经攒了将近5万块钱，虽然距离原来的38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他们知道，只要一起努力，迟早会达到目标。这天晚上，他们正在看电影，王海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王海先生吗？一个陌生的声音问道。是的，我是，请问您是？我是建设银行的客户经理李强，你妹妹王小玲小姐让我联系您，关于一笔转账。王海的心一沉，什么转账？王小玲小姐委托我们向您的账户转入5万元，她说这是还给您的一部分钱。王海和林晓对视一眼，都惊讶不已。请问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？王海小心翼翼地问。是从王小玲小姐的个人账户转出的，她说让我转告您，她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会分期把钱都还给您。挂了电话，王海和林晓都沉默了。你相信吗？林晓问。我不知道，王海诚实地说，但不管怎样，这是个好的开始，不是吗？林晓点点头，靠在他的肩膀上。是的，这是个好的开始。窗外夜色渐深，但他们的心中却充满了光明。生活总会有起有落，但只要他们一起面对，没有什么困难是跨不过去的。小玲的事情或许还没有完全解决，未来可能还会有波折，但至少现在他们的家庭重新回到了正轨，这就足够了。王海搂着林晓，感到无比踏实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的了，而他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